曾经欺负老婆的表妹，在酒吧被富二代强行灌酒，我无奈出手救下后要带她离开，却遭酒吧经理阻拦，而富二代也在这时立马电话摇人说要把我弄死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？一个子来这里装什么纯？老子给你喊了20万的酒，今天你不喝完就别想出这个门，不然我让人弄了你信不信？没有人替谭菲菲说话，连叫她来的闺蜜都只坐在一旁不吭声，眼里甚至有些幸灾乐祸。哼，让你装，好好劝你，你不听，现在出事了吧？谭菲菲捂着脸哭喊着道：“我要报警，我要告你！告你告！”富二代冲上来又踹了他一脚。我爸在荣城什么人不认识，就你这样的货色也想告我？你去啊，看看最后谁倒霉！妈的，非惹我不高兴，贱货，给我把酒灌他肚子里去，今天少一滴不喝都不行！富二代一声令下，旁边一个男子立刻走过来，捏住谭菲菲的嘴，把酒往里面灌。不管谭菲菲怎么挣扎，怎么喊叫，都于事无补。而周围的其他客人有好心的想过来制止，却被其他同伴劝住。那个人家里很有钱的，惹不起，算了吧。是啊，而且听说是因为这个女的先让人家叫了20万的酒，却一口也不肯喝，明显是个酒托，活该挨整。一听说是酒托，就更没人愿意帮忙了。酒吧经理倒是过来了，但富二代瞪着眼睛骂道：“你给我滚一边去，这里没你的事！”郑少，我们秦总和您父亲。酒吧经理想攀关系，富二代却半点面子也不给。别给我啰里吧嗦的，今天谁来了都没用，他不喝完这些酒，就别想出这个门。酒吧经理满脸为难，眼前这位郑少可是出了名的莽夫。而另一边，叶枫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内心稍微有点犹豫，但想到谭菲菲之前的行为，让老婆被老丈人抽了好几个耳光，当时他还想去找谭菲菲的麻烦，还是老婆劝住了他。如今谭菲菲被人整了，也是咎由自取。叶枫坐了下来，不打算再管这件事。过了大概2分半，谭菲菲忽然用尽全力挣扎开来，她哇的一声吐出满口酒水，狼狈不堪地趴在地上。那个男的又过来要按住她，谭菲菲惊恐不已地大喊着：“我真喝不下去了，我买还不行吗？”富二代给那男子使了个眼色，男子会意，拿出了自己的手机，打开收款码。谭菲菲从口袋掏出手机，浑身颤抖着扫码付款。男子看了眼手机，回头对富二代道：“正手就2万8。2万8顶个屁用，给我继续灌！”谭菲菲吓得爬起来就要跑，却被男子直接抓着头发拽了回来。谭菲菲哭喊着：“不要了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她有退休金，她有钱。”叶枫听得眉头皱起来，老婆的小姨生活条件本就相当一般，如果真把她喊过来，事情会更加难以收拾。谭菲菲拿着手机，哆嗦着找出母亲的号码，正当她要拨过去的时候，已经走到跟前的叶枫弯腰伸手把手机拿了过来，呵斥道：“自己惹的麻烦还要连累亲妈，你未免也太过分了。”旁边那男子走过来，再次拿出收款码：“你他妈谁了？把手机给我！”叶枫看向他，冷声道：“你最好嘴巴干净点。”我他妈就不干净怎么了？欠揍是吧？老子弄死你！那人一拳打来，却被叶枫一击上勾拳打得倒飞了出去。其他人都看得一呆，他们不是搏击高手，却也从叶枫干净利索的动作中看出了一些名堂。那个富二代经验丰富，直接抄起酒瓶子，其他人有样学样，跟着拿起了各种武器。叶枫踢了谭菲菲一脚：“一边去，别在这碍事。”谭菲菲对叶枫绝对谈不上有太多的好感，今天受这样的屈辱，她最不希望见到的人中就有叶枫，更何况叶枫还一副来帮她解围的样子。谭菲菲心里那复杂的劲头就更别提了。几人对峙着，富二代更是满脸凶狠的道：“兄弟挺厉害啊，练过。”叶枫活动着拳脚，淡声道：“是练过几年，打你们绰绰有余。”话说得很满，实际上叶枫知道赤手空拳面对这些人，他只能凭借前世自身的经验去对抗。富二代看出来叶枫好像不太好惹，怕打起来胜负难料，但又不打算就这样算了，于是沉着脸问：“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爸是郑海轩。”然而叶枫根本不知道郑海轩是谁，就算知道了也不会退缩。是打还是一笑泯恩仇，你自己看着办，不用说你爸是谁。叶枫说着，从旁边拿起一个酒瓶子，对着空气就是一个冲拳，然后把尖锐的断口对准了那些人。不过真要打的话，我下手一向没个分寸，捅死谁我也没钱赔，就一命偿一命吧。叶枫这副不要命的架势，还真把一些人给吓到了，他们下意识后退。其中一人看向富二代，低声问：“郑少咋整？这家伙跟神经病一样，我怕他。”怕个屁！富二代很是恼火，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？上，拿东西砸，我看他有多大本事。这些人都是跟着富二代混吃混喝的，老大发话了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只能拿着手里的东西就朝着叶枫砸过去。叶枫迅速端起身旁的沙发椅挡在身前，眼见着叶枫被砸得后退连连，他们胆子也大，直接冲了过来。叶枫一喜，用力把手里的沙发椅砸了过去，紧跟着拿起酒瓶冲上前砸了起来。现场瞬间一片狼藉，待画面静止，只见叶枫喘着粗气，瞪视着2个从地上爬起来的男子。那2人被叶枫一瞪，顿时吓得不住往后退。叶枫蹲下来看着富二代：“还打吗？”富二代虽然不是对手，但他嚣张的性格没有因此改变，仍旧满脸愤恨的道：“有本事你别走，老子叫人来弄死你！”叶枫看傻子一样看着他：“你这话说的我好像傻子，不走，我脑子进水了。”说罢，叶枫起身对这已经吓傻了的谭菲菲道：“走，回家。”谭菲菲的脑子都懵了，她从来不知道自己这个无能的表姐夫竟然这么能打。然而叶枫想走却没那么容易，酒吧经理上前拦住去路：“兄弟，人被你伤了，东西被你打坏了，就这样走了，不太好吧？”酒吧经理虽然不敢得罪富二代，却丝毫不怕叶枫。叶枫看着他：“刚才他们欺负人的时候，也没见你跳出来主持正义，怎么欺软怕硬啊？”酒吧经理脸色涨红，他恶狠狠的道：“别尼玛给脸不要脸，老老实实待着，别逼我对你不客气。”
说话间，几个保安已经围了过来，个个手里都有橡胶棍。倘若只是一个人，叶枫未必会怕，但他还带着个累赘。叶枫回头看了眼包厢的位置，想着如果把葛清泉他们喊出来，也许能解决。叶枫并不知道，那个富二代的老爹其实就是邵家洋地产公司的一个建材供应商，全靠邵总提携才有了今天。富二代被人扶了起来，他盯着叶枫怒骂道：“别让这个兔崽子跑了，老子今天非弄死他不可！”随后，他拿起手机拨了一个电话：“马叔，我在 SK 酒吧，给我多带点人来。”电话里随后一个沉稳的声音传出：“儿子，又惹什么麻烦了？爸，你和马叔在一起啊？有个兔崽子给我找麻烦，会点功夫，你抓紧让马叔带人来。还有人敢跟你小子作对？行，我和你马叔等会就到。”挂断电话，富二代得意洋洋，指着叶枫道：“你等死吧，今天弄不死你，我就不信正。”他三句不离弄死你，把谭菲菲吓得够呛，本能的往叶枫身边靠。叶枫也知道今天的事情难以善了，便要转身去包厢喊人，结果几个保安把他团团围住，一副你只能在这待着的架势。叶枫看向酒吧经理：“我还有几个朋友在包厢，说不定你们认识。”酒吧经理冷笑道：“你就算认识天王老子也没用，老实待着，别自己找罪受。”别信他的鬼话，就他这鸟样，能认识狗屁的人物？叶枫转头看他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我那包厢里的几个朋友都是狗屁？”富二代被他看得有点心里发毛，但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“就我说的，怎么了？你咬我啊？”叶枫看着他笑了笑，没有吭声。他干脆拿出手机给葛清泉拨了过去。一个保安举起手里的棍子，凶狠的道：“谁让你打电话的？把手机放下。”叶枫看着他，不为所动。酒吧经理使了个眼色，保安直接一棍砸过来。叶先生，叶枫没有说话，然后举起双手：“我不打了，行了吧？何必动粗呢？”说完，他把电话挂断，手机放回了口袋。算你识相。酒吧经理还以为叶枫是怕了，哼了声，没有再让人动手。而包厢里，葛清泉疼得跳起来就要往外跑，邵家阳等人都被他吓了一跳，连忙问：“葛总，你这是怎么了？”叶先生在外面出事了，赶紧出去。葛清泉说完，头也不回地冲出去。邵家阳等人脸色大变，立马跟着冲向外面。葛清泉冲出包厢的时候，立刻看到被人围住的叶枫，看着一片狼藉的场面，他想也不想地掏出手机，沉声道：“给我带200个人过来 SK 酒吧，马上，10分钟内看不到人，你就给老子滚！”